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春色季情人豆瓣开分7.7，李现上演偶像派的进击之路。李现、周雨彤主演的《春色季情人》从开播便不负众望，站内热度直破25000。截止发稿，该剧实时热度全网排名第一，豆瓣开分7.7。在昨晚的结局中，陈麦冬、庄杰都转有情人终成眷属。与此同时，李现、陈麦冬、李现现偶纯元、李现又要带火一小镇了等与之相关的话题迅速发酵出圈。深究该剧让观众上头的原因，在于它以细致入微、独具魅力的人物塑造，描绘了一部颇有韵味的小城故事。在剧中，陈麦冬与庄杰有一段复杂的情感纠葛，他选择以情人的身份与庄杰相处，以平衡彼此的情感需求。李现的表演，特别是在剧中帮助庄杰戴上假肢的场景，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除了他与周雨彤主演的都市情感剧《春色季情人》登上 CCTV8， 他与任敏出演的革命历史剧《群星闪耀时》也上星湖南卫视热映，并且获得不俗的口碑。截然不同的两个角色，风格各异的两种表演，对于李现而言既是挑战，也是成长。从这两部剧中，观众看到了耳目一新的演员李现，克制的感性尤为动人。陈麦冬立住了。在《春色季情人》中，男主角陈麦冬是南平镇上一名遗体整容师，与死亡打交道是他的日常。其实想要诠释好陈麦冬这个人物，本身就具有挑战性，职业的特殊性，很容易将人物脸谱化。李现在人物身上找到了平衡点，既符合了男主职业的疏离感，还通过细节的处理丰满了人物。既然迟早要失去，不如干脆别拥有。面对生死，陈麦冬并非冷漠选择回避，他把自己包裹起来，摆出一副生人勿近模样。生活中，除了奶奶和少数知根知底的朋友，他都尽可能不建立新的羁绊关系，试图把离别对自己的伤害降到最低。在剧中，陈麦冬也有完整的人物成长弧线。陈麦冬替徒弟冯锡伦值班，接收了一位高龄去世的孤寡老人。在帮助老人仪容的时候，孩子手握梳子，梳着老人的头发，试图唤醒自己沉睡的奶奶。见到陈麦冬后，小孩说：“哥哥，你别忘了帮我问奶奶，哪儿做错了我一定改。”小孩的话让一直在逃避感情的陈麦冬感受到，死亡不会造成遗憾，错过才会是真正的遗憾。有些人，有些事，有些话，一旦错过了，或许就再也没有说出口的机会了。陈麦冬对死亡的理解是深刻且带有诗意的。在刘叔去世时，陈麦冬劝女主庄杰，该离开的总会离开，留不住生而为人，只能节哀。正因为生命有大限，我们才应该更努力的去生活，去创造，去爱。庄杰的妹妹偷偷跑到上海，她非常的想念父亲。陈麦冬则用一段童话般温暖的话来安慰这个小女孩：你朝夕相处的爸爸，只是换了一种能量形式存在。他们的身体既不是残骸，也不是遗迹，而是正在经历某种生命的转变、孕育和孵化。陈麦冬告诉他们，失去的本质是在教会他们慢慢学会接受。从陈麦冬的口中，教会了大家如何去面对死亡这件事。这些表达给人慰藉，关于死亡的感悟是递进的。当庄杰一家人悬着何叔骨灰的风筝时，伤痛也随风飘散，也被风带走，唯有记忆与爱永远地留存在心中。除了生死，庄杰与陈麦冬成年人之间的情感极限拉扯，也照应现实，让观众产生强烈共情。在上海工作的庄杰一直笃信自己迟早要回到上海，而陈麦冬也坚信自己一定会留在南平。他们之间的感情该何去何从呢？陈麦冬对坚强乐观的庄杰一直有着好感，
但成年人中的爱情尤为理性，对于他来说，如何体面地送亡人最后一程，这是更为重要的事情。遗体整容师对他来说不只是一份职业，也是一份责任。此外，陈麦冬难以割舍的除了职业，还有故乡的亲人。当他的奶奶建议他可以调动和庄结在一起的时候，他的第一反应选择了亲人。一段成年人的情感，清醒又克制，李现赋予了角色内心的充盈。在不知不觉中，观众跟随角色的选择带入自己的人生经历。然而，他传递出的那种欲爱他人、先爱自己的爱情观，以及生而为人只能节哀的生死观，对观众带来新的感悟。人物情绪层层递进，陈麦冬用性张力杀疯了。庄杰依偎在陈麦冬的怀里，两人深情对视，甜蜜中充满爱意。看过《春色寄情人》，很多女性观众都能感受到陈麦冬的性张力。他对于爱情的态度，可以看出欲望，也可以看出克制欲望后面的沉沦。剧中有一幕，庄杰坐在陈麦冬的后座，他的体温缓缓传递到他的后背，南方湿热的风将他们给包围。在隧道中疾驰而过，庄杰问陈麦冬要去哪，陈麦冬说去亲吻你。短短一场戏，营造出一种极致的浪漫。李现塑造的陈麦冬总是轻而易举地展现青春的狂放浪漫。剧中，陈麦冬得知庄杰要回到上海时，他忍不住冲动，来到了车站送他。这次离别不知何时能够再见，庄杰在一时冲动下强吻了陈麦冬，而陈麦冬也低下头加深了这个吻。庄杰害怕离开上海，失去了自己的事业，同时也对未来两人感情的走向担忧。陈麦冬虽有不舍，抱着庄杰淡然道：“人生无常，谁也不要为了谁牺牲。”仅凭几个对话和镜头，李现便将成年人的爱情描绘得细致入微。李现非常擅长调动人物的情感，让观众与角色产生共情。他的哭戏也十分有层次。例如，当庄杰在订婚后选择不辞而别，回到上海打拼事业后，他的表演先是错愕和愤怒，头也不回地走到车上，心烦意乱地擦干鼻子上的血迹，然后眼眸微垂，长吁几口气，把无奈的感觉演绎得淋漓尽致，并在懊恼中流下不舍和生气的泪水。《春色寄情人》并非是李现第一次出演归乡题材作品，相比去有风的地方中谢之遥的阳光开朗，李现在《春色寄情人》中饰演的陈麦冬显得更加稳重。观众惊喜地感受到，李现在不同归乡题材的剧中，都可以把角色饰演出不同的层次。试问，谁会不爱陈麦冬身上的安稳和不经意的浪漫？李现拿捏角色不同的心态，以细腻的表现赋予扎实丰满的细节。选剧眼光毒辣，偶像派演员的进击之路。春色寄情人大结局，李现在微博发文，在成为陈麦冬的这段时光里，跟随他在一起经历这些故事，让我对生命有了新的认知和感悟，也带给了我很多不一样的收获和力量。在生活里难熬的时候想一想，总会撑过去的。翻开评论区，最好的陈麦冬，陈麦冬治愈了我整个4月，成为评论区的高频词汇。在很多观众看来，陈麦冬显然已经成为李现又一个经典角色。其实，纵观李现这几年的戏路，他并未将自己局限在一种类型，而是不断给观众带来惊喜。无论是青春校园网络剧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》的忠义猛男，还是电影《建军大业》中扮演罗荣恒元帅，亦或者是参演电视剧《法医秦明》《上海女子图鉴》，李现通过灵动的表演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河神称得上李现的第一部主演代表作，他饰演的小河神郭德友，既能下水摸石牛，还能破邪祟，受到观众的认可，瞬间进入了快车道。李现真正的爆发在2019年的夏天，亲爱的，
热爱的让她成功闯入了女性观众的视野，并且催生了一个专有的名词——七月线男友。不仅如此，在2023年，李现和刘亦菲主演的《去有风的地方大爆》还拉动了云南大理的旅游业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前去旅游。细数李现的作品履历表，观众会发现李现的选剧眼光确实毒辣。目前《群星闪耀时》正在热播，他饰演有着双重身份的有志青年，他是拥有大好前途的军政部次子，海军军校学生华珍，也是隐藏实力穿梭街巷的小警员向远生。如何塑造好双面身份又不被揭露，多重悬念引发着观众的期待。再看李现的待播剧，还有和杨紫合作的《国色芳华》，从阵容到幕后班底，该剧也有爆款前置。在李现身上，我们看到了偶像派演员的稳扎稳打，他很少接烂剧，近期与他合作的伙伴也都是知名的导演，较好的阵容。此外，细心的网友会发现，与他合作过的导演在采访的言谈之间，可以感受出李现是一个专注的演员。春色季情人导演程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第7集有一场洗鞋子的戏，这是我认为他全片演得最好的片段之一。这场戏每次都拍了大概8至10分钟，镜头下能看到他细腻的情绪起伏，比如等待、动容、落泪，这些都不是靠台词呈现的。这也是我从王家卫导演身上学到的对表演的鉴赏能力。感谢李现能让我在监视器里看到这样高质量的表演。在过往的作品中，李现交出了诸多令市场满意的答卷，也不断强化着其选剧眼光和扛剧能力。未来，期待更多满足观众期待的作品被制造。